To tell you that I like you, I can't help but play it safe. So I spend another day dreaming, till you get your shit together and then take me on a date. I just spend another day dreaming. Spend another day dreaming about you. 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下载 Soul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心动日记、心动课堂局等精彩衍生，参与心动双重奏预言家活动，投出你心中的人气 Top One 组合，解锁额外福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这个是什么状况？是男孩子他妈，3位是男孩子的妈妈。3位都是女嘉宾的妈妈吗？女朋友和你妈妈同时遇险，你会救谁呢？你跟婆婆有矛盾，你怎么办？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徐思成，叫我 KK 就好了。我选择这个，我女儿指定喜欢。让他们去约会去吧。你来这是因为？是因为我妈选了你。哦。我的心是比较坦荡的，我觉得他也能感受到我的真诚。我喜欢对世界有好奇的人，希望能品尝到那杯据说很甜的美式。主动跟我说的那个话，我觉得还蛮开心的，请你喝咖啡哦。他也符合我所有的未来另一半的男友画像啊！我想对魏中原说，挺好的。就我觉得这种很直接的肯定还是挺戳人的。我给你发一个语，你拒绝了我。我说实话，第一眼真的有点下头了。哦，好的，我以为子宇会投给我，我也挺意外的。这份掌控全场的能力，我很欣赏。看我的感觉，我觉得就印象比较深刻。今天是男生魅力约会日吗？请妈妈们用一封手写信推荐自家儿子，女生选择一位男生外出约会，可以吗？我们要不要出去看一下他那公告栏呢？哦，今天是男生魅力约会日吗？请妈妈们用一封手写信推荐自家儿子，女生选择一位男生外出约会。要不我就在外，咱俩你在外头，一人一张桌，我在这。对呀，我这字简直草了呀！没事，你能看懂就行。现在都不会写字了。对，又不怎么写，我也是。我有没有约会就看你的表现了。希望这封信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儿子，因为我们平时交流很少，我怕写的不好，画蛇添足了。我心里还是比较担心的，怕因为这封信影响女生对他的印象。短信，请大家到客厅集合，走吧。走，出发了。咋今天背一小蓝包？今天是拍立得，给大家拍照。Hello。我们今天怎么都穿黑色？是呢，大家都纯色。这给你，晨曦，早上买外卖的时候刚好点了。哦，谢谢。这么软。你明天喝吧，可能。哦，明天喝。没事嘛，晨曦。哦，可以，谢谢。
没事没事。这么暖心撒当哦，因为我今天说我没喝咖啡，我说我今天很累，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咖啡。Gotta give up on love. You know that it's true. I'm depending on you. Be the angel in my view. 他们说你今天这套衣服帅多，是吗？很适合你。开启新的一天，哎，你给我打点伞嘛！你给我打点伞嘛！好好看，处处皆风景啊！晴天下雨，你看到没有？说普通话。不，我是东北人，我是东北话。我不会说普通话，夹一下，夹一下。哎呀，就差你一位啦！走。我们是第一个来的。我们是第一个哦。我们来这么早？没事，我们在这玩一下呗。你要不要喝咖啡？给你冲个咖啡。算了，你别喝了，你喝了更睡不着觉。啊，你给我带了这个，太好了。这是我今天穿的。你还给我带了吗？你明天给你就好了。还有吗？还有我的一件黑色的。我刚才没补。来啦 ，Hello， 早上好呀 ，Hello， 早上好。你们都很美，超美，你也很美，美数了。美呀 ，Hello， 太阳 ，Hello， 黑配红也是，红与黑，这我们红配绿也是的。好 ，Hello， 哇哦。哟，今天你有锻炼的痕迹了，看出来了。天哪，给家人们发福利了！真的发福利了。Hello， 早上好呀。哎呀，目不暇接啊！真的，我都分不清妈妈和姑娘，我觉得都像闺蜜，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啊。没有，因为昨天其实那个感觉是按照妈妈们比较喜欢的那个类型去收拾一下，但其实我平常是这样的。然后我今天想的是，我就是自己按照我喜欢的就 OK 了。更好看。Hello， 这样子是吗？好。一人准备一个吧，万一要流眼泪呢？谢谢。写的时候都有点会有流眼泪了啊。对。接下来我们将用一段短片和妈妈的信来认识一下咱们的男嘉宾。看片子呗。我是徐思成，29岁前，我在多个500强担任品牌或产品经理。除了工作，也一直在优化自己以及我的人生轨迹。而现在，我不想老了后悔一辈子走在既定的轨道上，所以告别循规蹈矩的上班生活，独自骑摩托环游世界，不断出发。整个世界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终于完成了全球第1的安娜普尔纳环线。我从不害怕选择，也不害怕去爱，因为感情从来不是谁追上谁，它更像是你奔跑在前行的路上，突然恰好踩上同行的轨迹。它没有相近的方向，相似的步频，
偶尔交叉，偶尔分开，但那条前进的轨迹一直没有消失。所以，爱情对我来说不用完美，只需要有很多个瞬间，让互相都想停下来，然后又想一起再一次出发。我的轨道就是不断前行的旷野，前半程我一人独行，余下的路希望是2条同频的轨迹。谢谢，我太惨了，我都。看着。好嘞，谢谢，大家好，我是思成的妈妈哈，美女们妈妈们哈，说到我儿子哈，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说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他学习好，兴趣广泛，朋友多，在大公司工作，就是之前在多个500强的企业任品牌或者是产品的经理。从广州到深圳，从上海到杭州，跳槽的方向一直很清晰。他跟我说：“妈妈，我有自己的规划。”当他的薪资不断的翻倍，后面还收到100万年薪的邀约时，他却选择了辞职，骑摩托环游世界。他不是叛逆，是有底气。从自驾川西、甘南、新疆到一个人骑摩托车去云南、西藏、去海南，还有海外7个国家的骑行经历。很好啊，讲很好。很棒，8000公里骑下来，我从最初的不想让他去这么辛苦哈上路，到后来每天都等着他发视频。看着他在雪山、草原、沙漠里笑得那么的自由，我就知道他没选错。接下来呢，他准备一个人骑行从广东出发，环绕欧洲和亚洲。作为妈妈，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我想对他说，儿子，一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OK， 可以，不用帮什么忙就已经最大的帮忙。其实小时候呢，他可没让我操心的啊。刚上幼儿园的时候，1、2周就发1次的烧，最严重的那次呢，就是半夜他高烧去医院住院，连续扎了12针才打上。我在旁边担心的直掉眼泪。后来狠下心让他做了扁桃体的切除手术，就是6岁那年哈。看着他小小的一只被推进了手术室，连他爸都哭了。还好手术后他就好了，以后就是没有特殊这个感冒那些，他就不会发烧了。是不付出，我也挺多发烧的，我只要健身太狠就发烧了。这也是这些经历呢，让他变得更加的坚毅，内心也更加的丰满。大一刚满18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印度，那里印度也是收不到我什么信息是吧？对，收不到你的信息。那时候还没长大，那时候还小，不太会给家里报平安。正担心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他从印度寄来的信，是他手写的满满2页的纸，好有爱。我才意识到我的儿子在大一的时候又长大了一些。他叛逆期的时候就不太爱表达，但从那封信之后，每年我的生日，然后母亲节呀，我跟他爸的结婚纪念日，还有各种节日，他都会送我礼物和贺卡，而且在贺卡上写满了心里话。今年过年回家，他还给我们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我作为妈妈，我真的很感动。他看似坚强独立，其实内心特别的细腻温柔。这不仅仅体现在家人，
也体现在他对自己的人生的规划上。他每一次远行都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所以今天我想替他说一句话：如果你在节目里认识他，不要被他环游世界人生玩家的标签吓倒。他其实就是那个小时候因为比赛就输了会哭，会偷偷给我们写信，在每个节日记得买花的孩子。他有事业的能力，也有生活的热爱，他值得被喜欢。我是他妈妈，我比谁都确定。很好。给我快听哭了。真假的？我也哭。思成妈妈的信，我觉得就很能打动人。然后思成在后面就一直在摸着妈妈的背，觉得真的特别的好，我都觉得我有点想哭。我通过他的妈妈，我能感觉出来，他父母对他的爱很大。就是这封信写的很朴实，我会被这种很朴实，就是说没有加那么华丽东西的一封介绍信感动。问问姑娘们、妈妈们有什么需要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谈恋爱的情况下，你会希望你的女朋友陪你出去骑摩托环游世界吗？为什么不希望呢？首先，他骑不骑摩托？他骑摩托那就一人一辆摩托。那如果他不骑呢？那就坐呗。哦，天若有情。那我不懂啊，就是我看你就骑那种摩托，如果两个人骑的话，那后面那人不累吗？后面那个女孩好像那个就撅个屁股，如果是那种跑车的话，就是要撅着屁股。如果只是跑车，那确实很累。OK， 我完事儿，问完了。完事儿通过。什么通过？开玩笑了。我说测试通过了，面试通过了。这个骑摩托和开车还有一点不太一样，区别很大。你汽车至少不容易翻车，不容易倒车嘛。而且下雪没关系，你开空调就好。由于它那个弯道，我觉得好险。有没有就是有一次最危险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挺多。其实刚才有几幕在西藏的时候，其实我遇到塌方了，早个可能几十分钟。到那个整个塌方就直接砸到我那个路上，甚至砸到我的身上，那就直接挂了。那你这胆子挺大呀！其实看胆子大这方面，就是你还要考虑仔细、经验丰富，然后大胆的去做，然后慎重的去规划。就是你事先你都会查每天的天气啦，哪个地有地势了，你都要查清楚。对，这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会跟我的 AI 去聊，和我一起规划路线，然后跟我。明确出有哪些风险点，其实就是把它当一个项目一样，你每一趟出发也是一个任务一样，任务都有难度的高低之分，你只要把它那个难度高的东西对应的风险点把它罗列出来，那它就变成低风险的事情，你就足够的应对措施就好了。果然是妈妈喜欢的男嘉宾，好能聊得来，是吗？妈喜欢。世界变化太快了，好焦虑啊！我总想跑快点。怎么好像越来越落后了？发到扫上吧，这里有人能懂我。你不是落后，只是在蓄力呀。把 AI 用起来，我懂你。用不着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跑道，选你擅长的 ，AI 也未必有你快。上 Soul APP， 一瞬间的情绪，瞬间有人接住。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下载 Soul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下一个开来吧。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和内心同频的温度。我拍下晨露、暮色、陌生人的一瞬悲喜，尝试在一片片光影色彩中找到情感交织的共鸣。我习惯把生活过成计划表，全是黑白灰，常年黑色，做饭老三样，情绪也尽量不超纲。有人说我冷，
我只是喜欢把热情藏在行动里。我曾经以为把一个人写进未来才是最深的情话，后来明白，有时他更需要的是现在的一个拥抱。不是不想爱，可能是还在学习，怎么在被感受到之前先开口。这一程我想试试，不靠理性解题，而是用心靠近，不急着定义什么，也不用谁说服谁，安静的彼此认出。我不相信一刹那的灿烂，我相信人生和电影都是以余味定输赢。好厉害呀！电影大片，很开心啊，这样的一个场合，让我用这样信的方式推荐我的儿子啊，还有点小激动，我也挺激动的，激动啊，现场的女嘉宾们好，妈妈们好啊，我是魏宗元的妈妈，今天很有幸和儿子一起参加这样别具一格的婚恋节目，在我人生里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想过用这样的方式和儿子一起体验人生。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很珍贵。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也是极具挑战的事。在众目睽睽之下，敞露心扉，就好像在那个大太阳底下面对着众人裸泳，既需要勇气，也需要胆识。只要儿子能获得一份真挚的感情，老妈怎么配合都可以。哇！我的儿子名叫魏宗元，他在1997年出生于新西兰，他大学就读奥克兰理工学院，然后起初呢，他是攻读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专业。就读1年之后呢，便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自己的那个心之所向，所以他就改成了digital design， 就是动漫设计，数码设计。也是在这样的期间里，他认识到对影视制作充满了热爱。2019年他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影视制作公司。现在他已经是新西兰当地极具口碑的一个头牌的影视制作和器材租赁华人影视制作和器材租赁厂牌。就国内很多赴新西兰取景的项目都是会第一时间就联络到他，然后同时他也会作为自由的制片人、摄影指导，参与多个中国和国际项目。这2年国内的资方呢也开始陆续的找他合作拍短剧和微电影的项目。现在他的设备存量就是拿出来就可以拍一部电影。所以在我看来，工作中的他其实是很能干、有才华，也很有胆识。如果让我从妈妈的角度说一说圆圆作为成熟男人的魅力，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智慧、个性、克制和独立的。然后他能够在广阔的这个世界里找准自己的赛道，其实是需要智慧的哦。然后在这个物欲喧嚣的这个环境下，不随波逐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喜好和底线，不抽烟不乱来，靠的也是极强的克制力和自控力吧。然后18岁之后呢，他其实就一直开始国外的独立闯荡和工作了。我其实是他18岁之后我就回来了嘛，就没再陪伴他了。这10年呢，我们和儿子其实天各一方，1年见不到2次面，但一想到儿子，我内心的骄傲就油然升起。他不是选了一条容易的路，他是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作为妈妈，我除了心疼之外，我更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懂他、爱他的人，在他身边陪伴他、支持他。希望你和另一半是因为爱能在一起，能找到一辈子相互扶持、两看不厌的人才会不辜负这一生的美好。也祝愿我们这次的旅程一切皆是美好的开始，祝福大家，谢谢。其实是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写一封信
然后从信中能看出，其实他对我的了解也是比较碎片化的，可能是从我的某次交谈，然后也可能是从比如说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信息，拼凑起来的对我的一个可能比较基本的一个了解，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因为可能自己都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而缺少了可能跟家长的这种交流，对。因为很长时间大家没在一起，所以现在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对他会有一些内疚。对，要是妈妈能更懂一些就是心理的东西啊，那可能会就是用更好的方式去爱你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他了。我已经有点已经燃尽了，燃尽了。哎，我好奇，就你们公司现在是 AI 漫剧为主，还是实景拍摄为主？AI 其实是比较新的一个赛道吧，算是我们属于是比较传统的影视，就是全景拍摄，还是就是实地拍摄？其实我自己是制作影视制作这个专业应该叫做，明白。然后实景拍摄可能是其中一部分。那你们商业电影多还是商业广告多一些？维生肯定是广告更多，但是梦想还是做电影，然后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参加过挺多电影项目。我感觉中原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有自己的规划的人。来吧，到我们了。我是贺子宇，曾经的我驰骋万里长空，现在的我选择了自己的热爱。告别云端之后，我走进了人间烟火。谈恋爱挺难的，不是难在开始，是难在一直走下去。我见过那种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人，是我爸。我爸不会说什么情话，但他心里就我妈一个，不是没有过诱惑，是从来没变过。后来我自己也谈过几次恋爱，但每一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散了，异地、不同路，或者就是时机不对。分开的时候我总跟自己说没事儿，还会遇到更好的。但慢慢我意识到，我不想一直在换一个，我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解决问题的人。一生只爱一个人，不是没见过世面，是见过很多人之后，还是觉得你最好。如果你也觉得恋爱很难，但还是想试最后一次，那我们慢慢来。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好吃，还有味道。好有感觉。好，谢谢阿姨。谢谢。其实我就写了一封，就是给我儿子，就是那边几位美女的大家以供参考的一封推荐信。有这样一个儿子，我还是挺骄傲的。从小他就爱学习，喜欢研究和阅读中国历史。2013年，他考上中国民航飞行学院。18岁在大一时候就入党的子宇，截止到现在已经是有13年党龄的老党员了。2年之后，子宇换了空中管制签派专业，远赴美国深造。这期间呢，子宇拿到了 FAA， 也就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颁发的航空签派执照。这个执照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骄傲的是，即便是放到现在，在全球也就有2万多本。我家儿子经历挺丰富，留过学，干过国企。现在呢，他的职业是一名短剧演员。目前呢，他拍了40多部作品，基本都是男一号。
你平时喜欢看短剧吗？看的少，我看的比较少。短剧不太看。哦。天哪！这个转变也太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么可能听到这里呢，大家会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好好的飞行员不做，现在去演戏？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有些愧疚孩子的地方。当时他在国外学习，但由于一些我们家庭的原因，他回国了。所以每当我和他聊这个的时候呢，他总是就安慰我说：“没事儿，妈妈，其实我也喜欢演戏。”说心里话，他很暖。子宇参加工作以后呢，每年我们都会收到礼物，有时候呢是个运动手表，那么有时候呢是个平板儿。我爱追剧，所以这个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礼物。他今年30岁了，在家里呢，开心的时候会大声的唱歌，会神采飞扬的拍视频，也会秀大段的英文 rap。这时候我就觉得他依然还是个孩子。最后，作为妈妈，我想说，如果你爱我的儿子，那我就会爱你，我们全家都会无条件的爱你。可以提问哦。有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演了那么多部短剧，你会碰到很多的女演员，那为什么会来这个恋综找对象呢？对，好问题，好问题。我其实蛮好奇他是以一个什么状态去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因为在剧组里面会见到很多女嘉宾，或者说女演员，包括身边有很多女性的朋友，而且基本上从事这个行业的话，身边的女孩应该都挺漂亮的。然后我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片场看到的是某个角色，或者是在片场的我，但这次来到节目的就是真正的贺子宇。那飞行员和演员，你更觉得哪个是你的终身职业？我还是会选演员，因为我从小就当演员的梦想，就真的我很喜欢我在做的工作，我是爱我做的工作。哎，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对对对。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有问的吗？随便提哦，我都可以回答的，只要我知道。太好了，太全面了，没有问题啊。我觉得他说的和他儿子昨天表述的，我们基本上都了解了。哦。现在请男生们到外面等待女生做出选择。读吧。Yeah, I feel it in my bones. I can make it on my own. Won't catch me falling. 我觉得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因为大家都可以相互认识啊，然后彼此哈，要不然很尬啊，一个人跟3个，然后2个人在后面当保镖，连推荐3个。你们先选，我们最小，我们剩最后一个我。为什么？不愿意了，有意见了。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偏大家以自己的心意做主，不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因为我选了谁，你们就放弃谁，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不公平。没事，不会放弃的。我就喜欢这样。对。好，加油！好。我希望能遇见一个随时随地接住我情绪的人，就像 Soul 一样，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
你觉得你的女儿会选谁？我觉得大概率他还能选昨天那个，但是昨天那个思成没有给他回过，他今天就告诉哼，我不会去当舔狗。那我就不知道他今天选谁，我也不知道。那你猜你女儿选了谁？我猜她有可能会选开开。她会选开开哦。哦。他发给子宇，子宇没有回复。啊，不会吧？子宇没有跟我讲这个。哦。所以呢，我觉得他今天不会选这个。这个场面，开哥，我们今天一起可以吗？开哥，我们今天一起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好，来，给你开车门。谢谢。他可能今天生我的气了。昨天我不是没有给心妍发心动语音嘛，然后他给我发，所以他今天没有再给我机会。其实听完信以后会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会天生的对学理工科男生会有一定的好感，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严谨和秩序的气息，非常吸引我。我觉得我会更想了解中原一些。哦。哇，红衣女郎，一抹红。Look on your face told me we'd be alright. Walking down the sidewalk as we took a ride off a riverside drive. 我感觉如果说被选的话，有可能被 KK 选，因为他第一天他没有和我有什么互动吧，我想他可能说跟我想的一样，第二天和其他的男嘉宾多接触一下，比如我。不好意思，两位老师。没有关系，来日方长。不好意思，想敬礼。这里这边。你不应该提前就应该把车门开好吗？你觉得？他们不让提前开。没事。他们不让提前开。我把我热飞了。因为我不甘心，就是我觉得第一天，首先你没有了解我，然后你去选择了别人，我对你感兴趣的情况下，那我就要选你，我看看第二天你对我是什么态度。然后我还说，我今天不会给他好脸子，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就是就是今天好像有点打脸了。I want to confess, yeah. 从第一天的积累来看，其实我觉得可能当时而言，应该思梦会相对的更感兴趣一些，甚至可能说有一点点期待他会不会问一些问题。哎，我好奇，就你们公司现在是 AI 慢剧为主，还是实景拍摄？但是好像没有收到特别多反馈。
thought it would kill me. I thought it would kill me to fall again. But I hit the ground running, so I didn't feel a single thing. 谢谢。当他出现在我车前的时候，我又感觉哎，好像这份确定感又回来了。热飞了，家人。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很好，哪个时候？录音时候很好，真的。今天轻松一点，还蛮开心的，谢谢你吧。然后如果过后有缘有机会再碰到的话，我请你喝咖啡哦。嗯哼。你觉得你听到我的录音是你在意料之中还是在意料之外？我一般都是那种没有太设想这个啥，但是我内容我觉得我是意料之外。就是他们没聊啥，我们第一轮就我跟你还有跟第一个女生都没聊啥，一下就停了。但是我跟那个女生又聊了特别多，她特别久。那所以你选第三个人是因为你跟他聊得多，还是说是因为你的理想型是那个类型的？理想型就是你按照自己喜欢的。理想型也不是，就是其实理想型不是。然后首先我那个不是什么表白，你知道我昨天说什么？我昨天是说令我印象最生动的一个瞬间是什么什么，我只是记录一下哦，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这一幕，然后只是刚好这一幕是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就选择发给他，所以这样子。前一天我觉得我对他不是很爽，可能有误会吧，然后他就一直在解释嘛，我解释完了，我就觉得把前一天的误会，就是我对他那个想法的误会解开了，我就觉得 OK， 那我可以重新跟你接触一下。你们有没有那种3轮车？我一个人前面拉你们俩。哇，那很浪漫了。我觉得那可以，那可以，我觉得很可以。希望能带个棚，不要一直晒着。带个罩带。那把我的东西全放好。好呀。谢谢。不要记啊。好热。真很热。那你会想到我会选你吗？没有想到。我也没想到。对，没有，但对。但没想到。又一次落单，感觉其实有点落寞。就我没想到会说真的第2次落单。I'm tired, I'm feeling so tired. I've lost, I can't sleep tonight. I cry, as time passes by. It's 2 at night, I can't sleep tonight. Why, just why, I feel alive. I'm trapped in what I call my mind. Love, it's love, whatever is love. Now I'm empty. I still don't change. I still don't hear. Thought I'd change. I'm still broken. I'm tired. Will I hold it back? 以前我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局面的。
我其实没有太想到过这个会是变成一个3人的旅行，我其实心里还忐忑了一下，说，哎，那今天该怎么去相处？哎，所以你为什么叫开哥？这是什么典故？就是其实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特别爱玩网游，然后我网游的 ID 里面有一个开字儿。然后所以大家就叫我开开。很巧的是，这个网游的这帮朋友，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实里的朋友。然后我现实里的朋友知道以后，就也开始叫我开开。对，然后后来大家就都叫我开开，然后我说，哎，那就叫开开吧。对。可以。哎，那你会拍人像吗？我不太会，但我带了相机今年。100就行了。我觉得他应该会拍的，有审美，不会差。你带什么相机？小相机。对，跟昨天带的不一样。对，昨天带的是胶片。我妈说，她说那个照片2个月才能洗出来。对，那个就属于纯纪念了。到时候，那你把那个翻拍一下给你们，胶片机再拿出来给我们也拍一点。今天不说挺好的。今天什么？我说他今天不说挺好。我今天会说超级好。人家说夯爆了。对。到了，3人行，3人行必有我师焉。哎，老师，今天有什么安排吗？今天的安排就是没有安排，随性自由的感受汕头人民的周日。可以，今天是周日啊。对啊，今天周日，人这么多，当然是周日了啊。肯定是很多复杂的情绪，会有一些尴尬，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不自在。搞搞，我们去海边走走。好呀，走啊。笑死了，不会约会的笨蛋。不会。其实原本的计划可能是沿着海岸线骑车，然后吹吹海风聊聊天儿，但之前可能行程安排上没有考虑到说这一天会是周日，导致到了现场我发现，哇，这么多人，完全不太能静下来浪漫的去相处。不会约会的笨蛋。不会啊。是吗？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随意走走看看，随性哦。对。你们都有养猫养狗吗？有养吗？我养过鱼，没有养过猫狗。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怕照顾不好。你有养吗？2条，一个博美，一个马尔泰。马尔泰，我喜欢马尔泰，好特别可爱。下次应该在瞬间里发一下让大家看一看。很乖，可以。我给你们找找他的照片啊。可以。我的手机里面照片太多了。怎么找不到呢？谢谢。我帮你裹住它。最后2张纸，然后我留最后1张给你，就是最后那一下擦手用。很有规划了。你好贴心。包的。
哦，找到了，很可爱。哦，很可爱。它有小衣服。它的衣服每天都不重样。哇哦，很可爱。你是对美有追求的女神。哈哈。没准备。哎，这可以玩吗？来。这可以玩吗？哎，这可以玩吗？哪个？你要加点水嘛？当然这水我好像喝过了，你接着。没关系，我不介意。好。那我们倒酒。好啊。等一下啊，他擦个手。哦，谢谢。太好了，终于不粘了。好想玩，好想玩。哎，你好，摩托是你们的吗？可以玩，可以玩。你们想玩吗？可以啊。那我们来呀。老板，你们一般是怎么个骑法呀？就在这沙滩上骑，然后骑慢一点。看你们要玩吗？那你们一辆，我一辆。可以吗？你会自己骑吗？这很简单，他说 OK 吗？可以啊，但是但是感觉你会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有点生手。可以啊，因为我不会骑。那就我。谢谢。我感觉星野是在尝试不让我尴尬，他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还挺暖心的。谢谢。不用谢。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坐在一起会更自在一些，而且我觉得他心里更倾向于选择梦梦。这有点太美了。谢谢。哇哦，你是对美有追求的女神。假如我更有好感的男生在旁边，我肯定要在这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他还会就是说为了照顾我来说，哎，要不要建议我们俩做一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可能对我也没有很尊重，可能对思梦也没有很尊重。走。那就交给你这个。交给我。能拍就拍，哈哈。你会用吗？我其实不太会用。打开以后，其实摁这个它就会拍，1、2、3。1、2、3。对，就你得摁下去。对，就你得摁下去。1、2、3。这样。对，就你不能就拿着它，然后记录一下。难道？但是我在后面啊，我拍不到哦，我手可以往前，没事了，就拍到就拍到，拍不到就算了。那我想想看哦，那我先。还挺稳的，你看也挺稳。好。这个好像比3车要刺激一点啊。对，这个好玩多了。玩呐，太速度了。今天的口头禅是嗯吗？欣然。注意安
球，注意安全哦。完后。我感觉我还有点对不起琪琪，为什么？就感觉好像他在陪我们俩。那你跟他说你带他，你带他。那不要，那不要。没事，你可以带他玩一下。我觉得不然他一个人呀，没有关系，那还是有一个人会更重要一点。说什么？说没有关系，那还是会有一个人更重要一点。哦，那还是会有一个人更重要一点。Give a little more, take a little less, liv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Say a little thanks for every little thing, 'cause all I have tomorrow. It's time to make a change, to let go of everything. Open up my hands, open up my doors. 你想试试看骑这个吗？你想试试看骑这个吗？不要。我骑不了一点。要说心跳节奏上，肯定还是会有加快的。一个是怕把他给甩下去，然后他也可能会有我攥得比较紧，然后再加上他也要去录这个视频，然后就觉得好像是2个人在完成一件事情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确实还挺心动的。在当下来说，2个人确实会感觉好像更近了一些。整体下来也还比较体贴，还是蛮愉快的。想不到怎么拍我们。没事，我们自拍。呐。We got nothing to lose, boy. Yeah. Take it to the moon. Just you and me. Take it to the moon. 为什么？这样子，我帮你们2个拍一下。好呀，太好了呀！上车，先给他拍点个人的。哦，你这是拍视频还是拍视频？这是视频。视频啊。呐。哦，好，那这样子，我拍一个上车，然后点火，然后直接，然后就你是懂分镜的，一个动向，来。因为我觉得确实，张馨妍今天出来，她一个人骑了摩托车，然后到处溜、到处玩，然后我们2个人一起，她确实是有点落单的感觉。3个人一起的话，你始终还是要照顾一下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感受嘛。来，3、2、1啊！来，先往前推啊。I licked my lips after I was drinking water. I fell to my knees, oh please, I was begging for more. 我真的是。来，让我们带个关系。可以吗？有出片吗？我在欣赏他的运镜。你要不要再美女来一遍？来吧，美女上车。龙彩，我们歘人家出去。很强啊，很强啊。我们今天相处下来，就是和张馨妍还是蛮愉快的，感觉她的性格也是属于那种直来直往的，比较真直的一个女孩子。超级帅，绝对出片，跟你们说。我的心脏吓到你了。我感觉今天的整个行程，要是10分是满分的话，我给3分吧。但是我觉得2位女嘉宾特别棒的一点是，她们
在极力的挽尊尝试不让我觉得尴尬，然后我觉得当时其实还挺欣慰的。至少是玩开心了，对，至少感受了一把这种风速。来吧，拍照吧，你侧脸侧过来一些，对对对，然后侧过来。啊，我喜欢这个构图。哦，竖的哈。来1、2，至少说拍了1、2张，大家可能觉得还挺好看的照片。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短短的行程来说，也不是一无所获。就算是在最后旅程的时候，松一口气吧。很棒，照片也有了。对啊，场地也选得好，很会安排。那个慢点，谢谢。不用谢啥呢？哥们谢啥？谁跟你处哥们儿了？我来这节目可不是处哥们儿了。是拿的别的战术。有没有开过卡丁车？就当我没开过就好了。OK。它这个卡丁车跟开车有什么区别？完全不一样。就是卡丁车的话，它是右脚油门左脚它是分开的。那不就是跟开车一样吗？没太大区别的，不用紧张。待会你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方向盘，它比开汽车会重，因为它没有助力。那行了，你拿捏好吧。OK， 那我们就去选一下这个赛车服。行，走。OK。你选什么色的？我按你的来吧。白色。白色是吧？啊。然后我也白色吧。我觉得今天这一整天，我跟他的相处，我都很开心。可以啊，很好，就这个角度。哎，这个帅飞了！心动瞬间，这个是。他的这些行为，我也能感觉出来，他是对我有点意思的。上一次分手什么原因呢？异国，对。如果你下一段还是异国怎么办呢？有一点不知所措吧。给他心动值打个分，6.5吧。那我要不给你发，你就不选啊？看谁给我发呀？那如果没有人发给你，你怎么选？哇，原来你是这样的。我就不喜欢在被考验的感觉。你觉得你和思梦还有可能吗？就有点打退堂鼓的感觉。你看不出来别人的表情的，就像你也看不出来我的表情。我是觉得不应该呀。这个是你的梦吗？这是我的，这一点是非常打动我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心动双重奏官微，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心动双重奏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心动双重奏追踪日历，每周22点免费上线盟友花絮，每周32点会员尊享心动日记，每周4、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上集，每周5、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下集，每周6、12点会员尊享心动课堂局。What if the world could tell us to pray? What if the world could speak up and say, hey, what are you doing to me? She says, hey, what are you doing to leave us behind? What if the world could speak up her mind? Would we still act this way? Would we still act this way?